为了成为神觉者，马修开始了他的魔法学院生活。虽然他完全不会使用魔法，马修向室友芬恩借扫帚上飞行课，他自己算把牛蒡当成扫帚带回来了。如同哈利波特里的飞行课一样，宇宙飞行的方式很简单，先向扫帚里灌注魔力，发出起飞的命令，然后再跨坐上去就可以起飞了。但马修没有魔力，根本无法做到让扫帚起飞。杂鱼不出意外的跑来挑衅，马修一跺脚，脚边的扫帚立刻因为作用力跳到他手上。杂鱼大骂马修作弊，这时要测试扫帚的飞行速度，于是他提出和马修比一场，输的人以后要对赢家言听计从。马修一口答应。杂鱼心中暗喜，他和马修这种劣等生可不一样，在中学时候就已经骑过扫帚了。然而老师一声令下的瞬间，杂鱼甚至没反应过来，马修就已经如一阵风一样冲到了终点。老师大受震撼，这是何等的速度啊，已经刷新世界纪录了吧。围观同学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有芬看得一清二楚。马修在开始的瞬间把扫帚丢出去，然后立刻追上去，利用空气阻力骑上了扫帚。杂鱼不接受这个结果，大喊马修作弊。看他活得那么可怜，马修就不打算追究刚才的赌约了。突然杂修的嘴被封住，一个金发眯眯眼走过来和马修道歉。凯贝尔想要和马修做朋友，马修还没有答应，老师就走过来维持课堂秩序。于是凯贝尔和马修约了放学之后再见，就大摇大摆的离开了。而那个挑衅马修的杂鱼，不出意外的是凯贝尔的小弟，因为任务失败而被凯贝尔一顿暴揍。马修问芬恩，凯贝尔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为什么大家都怕他？芬恩表示，凯贝尔和他一样都是内部升学上来的，而且是魔法局高官的儿子，和这里的教务主任关系匪浅。这个世界魔法局就是绝对的权威，违抗他们的人就会被退学，有些人就算退学也依旧会遭到他们的骚扰，所以大家都很怕他。下课之后，马修跑到厨房自制泡芙，完全忘了凯贝尔约他见面的事，这一下梁子是彻底结下了。马修很快找到了报复，他的魔药课本被撕得粉碎。凯贝尔过来问他昨天为什么没有赴约，听到马修说自己在做泡芙时，凯贝尔的笑容差点维持不住。他听说了马修要成为神觉者，表示马修只要乖乖听话，他就会向教导主任推荐。马修欣然同意，作为报酬给凯贝尔当起了跑腿小弟。马修的书本依旧是破破烂烂的，于是和芬恩借课本看。虽然芬恩犹犹豫豫地表示了拒绝，但马修却像完全没听到一样，一屁股坐在他旁边。作为昨天借扫帚的回礼，他还给芬恩送了泡芙，并表示自己真的很幸运能和芬恩这样的好人做朋友。但听到这里，芬恩的表情就不太对劲儿。凯贝尔将饮料倒在地上，只是马修给他擦干净。马修一脸阴暗地擦着地面，突然感慨了一句自己擦得真干净。起身的时候，芬恩的课本不小心从怀里掉了出来，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所有的课本全都是凯贝尔指使芬恩破坏的。不仅如此，这次凯贝尔还让芬恩去烧他的制服。良心不安的芬恩已经不想再帮凯贝尔助纣为虐了。然而他刚说出拒绝，就被凯贝尔用魔法捆住，接着摁脑袋，强迫他跪地磕头道歉。马修给芬恩还书，正好目睹这一幕，偏偏凯贝尔还一脸无所谓。芬恩哭着向马修道歉，承认错误。凯贝尔逼他这样做，他很害怕，所以不敢反抗，但是马修却给他发了好人卡。马修把他当作朋友，但他知道做这么过分的事。坎贝尔完全没有注意到马修阴沉的脸色，还问他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和教导主任吃饭。和这种只会道歉的废物混在一起，可不会有成为神觉者的机会的。然而坎贝尔话没说完，马修就径直走过来，拽着他的脑袋狠狠砸在地上。该道歉的是你才对吧？芬恩也被吓到了，马修这样做一定会被退学的。马修早一人才反应过来，他这么做好像真的不太妙。教导主任法尔曼走过来，表示要将马修和芬恩以暴力伤害罪移交校内议会处理。他们和凯贝尔的身份完全不同，身份不同，待遇就不同，这就是这个世界运行的法则。结果法尔曼话没说完，马修冲上去对他的脸就是一脚，就算是教导主任听不懂人话，照样也得挨揍。法尔曼怒不可遏，居然该对老师出手，他今天非要马修退学。马修打掉法尔曼的魔杖，中断施法，紧接着开始在地上挖坑。他一把抄起法尔曼插进土里，准备当场将人活埋，毁尸灭迹。法尔曼还想威胁一句，结果马修一脸阴森的先抢了他的台词，就像法尔曼随时让他退学一样，他也随时有办法埋掉法尔曼。就算把关进牢里只剩半个身体，我也会爬回来埋掉你。说着还是疯狂往坑里填土，多么可怕的执念！要是那个反派，肯定前途无量。因为马修殴打魔法局高官之子以及埋掉教导主任的暴行，魔法局发来信函，要求校长赶快把马修处理掉。统治这个魔法世界的魔法局是这个国家最高的法律机关，而其中担任中枢的就是神职者们。凯贝尔是魔法局高官的儿子，马修绝对会被报复的。但是校长又话锋一转，当面烧掉那份通知，让心地善良的人吃亏的世界是不应该存在的。他一直对这个世界的样貌感到疑惑，所以在数年前才会来到这里执教。权力与力量，现在的世界都是围绕着自私者为中心转动的。像马修这样能牺牲自己去做事的人少之又少。负责魔法局中枢工作的神觉者是个必须顾虑人心感受的职位，所以他更希望马修这样的人成为神觉者。说是给马修解释了一下成为神觉者的具体方法，要被学院神觉者，首先必须成为学院的第一名，为此必须通过各种课程以及学校活动获取级币。级币分为金银铜3种，每种课题能够得到的级币也不同。信息量太多，脑袋被肌肉塞满的马修 CPU 当场就给他干烧了。校长只好简单解释，就是马修必须要在学校活动和课业上留下好成绩，尽可能的多收集级币。至于退学的事儿，他会想办法处理。逃过一阵的马修因为
因为打倒了臭名昭著的凯贝尔和教导主任而受到了学院同学的崇拜。学校魁地奇的队长汤姆听说马修刷新了扫帚飞行记录，于是热情地邀请他参加魁地奇比赛。马修来不及拒绝就被赶鸭子上架，然而他完全不会飞呀！一群学生在上面打得热火朝天，只有马修一个人站在地上一动不动，遭到了围观群众的谩骂。为了成为神学者，飞起来吧，马修！